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是是非非脱口秀。今天这一集我不打鸡血，不喊口号，不站高地，我就坐在马来西亚 Kopitiam 那张摇摇晃晃的塑料椅上，端一杯3合1咖啡，慢慢跟你聊一句很多海外华人不敢讲，但天天在心里转来转去的话。为什么很多出生在海外的华人不太敢直接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先别急着骂，别急着贴标签。今天这一集我们不审人，只审心理。不骂人，只骂矛盾。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但又很讽刺的东西讲起，英文。很多人一讲这个话题，第一句就来，哎呀 Chinese 在英文里有贬义啦，以前外国人骂人就是叫 Chinese 啦，你不知道吗？ Chinese 在西方很敏感的，讲到好像这个字自己会咬人一样。但我们今天就冷静一点，用脑袋，不用情绪。 Chinese 是什么意思？是中国的家人。但我问你一句很简单很残忍的问题， Japanese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样？ Japan 加 EEC。 那你去纽约、伦敦、悉尼、东京街头随便抓一个出生在海外的日本人，你跟他说 Do you dare say you are Japanese？ 他不会犹豫的，他不会低头的，他不会补充一大堆解释的，他会很自然的说一句 Yes, I'm Japanese， 语气稳到好像在说我今天早餐吃饭，没有什么但我不是那个日本，没有什么我只是文化上的日本，更没有什么我支持日本料理但不支持日本政府，它就是 Japanese。 那我们 Chinese 呢？我们一开口整套系统就启动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海外华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句子是这样的， I'm Chinese, but not China Chinese. I'm ethnically Chinese. I'm Malaysian Chinese. I'm Chinese by blood only. I'm 华人啦，不是中国人。一句话讲到好像在机场被海关拦下，需要解释3代家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不懂英文，我们是怕被误会，而这个怕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华人？华人这个词本身没有错，问题不在词，问题在使用的动机。我们现在用华人，很多时候不是文化认同，而是安全模式。一说华人，就好像在跟全世界声明，我跟中国政府没关系，我不是来输出意识形态的，我只是会用筷子吃饭而已。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解释本身就已经很卑微了？我们再看一个更有意思的历史画面。马来西亚华人很爱讲一句话，我们祖先不是说来自中国，他们说来自唐山。这句话讲的好像很有学问，很有历史感。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唐山在哪里？在河北，在中国。那你祖先说我来自唐山，不是不认中国，而是那个年代中国这个概念还没被普及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那时候的人不讲国籍，讲乡土。福建人说我来自福建，广东人说我来自广东，客家人说我来自梅县。他们不是不认中国，他们是还没被逼着解释中国。重点来了，他们那个年代不需要对我是中国人这句话负责，而我们这个年代需要。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把 Chinese 这个词绑上了太多东西，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新闻画面、战争叙事、社交媒体吵架。于是很多海外华人开始觉得，我一说我是中国人，人家会不会以为我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结果我们干脆退一步，不说 Chinese， 改说华人。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很防守型的身份认同？但我今天要说一句可能会让人不舒服的话，日本人没有和稀泥式身份，没有什么我是大和文化人但不是日本人，我是和族后代但不代表日本国家立场，没有。他们很清楚一件事，身份是身份，政府是政府。你可以骂日本政府，但你不会要求一个日本人先跟你解释历史问题才能说自己是日本人。那为什么 Chinese 要？讲到这里，很多人会说，哎呀，日本不一样啦，中国太复杂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更近的例子，印度人。印度政治乱不乱？宗教冲突多不多？种姓问题严重不严重？严重到爆。但你有没有看到海外印度人自我介绍是说 I'm Indian, but not Indian？ 没有，他最多说一句 I'm Indian, but I grew up in the UK。 他讲的是生活背景，不是身份逃生门。那我们再回来看马来西亚华人，我们从小被教一件事，不要乱讲中国，小心被人讲你不效忠国家。所以我们学会了一套很高级的语言艺术。我们不说我是中国人，我们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华人。这句话本身没错，错的是我们心里的紧张感，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扣帽子。那我问你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我们还华在什么？很多人说我们是中华子女，那中华是什么？文化、语言、历史。如果是文化，那你讲华语、过农历新年、拜祖先，这些文化根源来自哪里？来自火星吗？如果是历史，那你用的汉字、讲的成语、读的诗词是哪个文明系统？我们可以是马来西亚公民，但我们的文化根是华夏文明。这两件事儿本来就不冲突，冲突的是我们被逼选边站的恐惧。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吊诡的事儿？当中国弱的时候，海外华人会说我们是华人，不是中国人。当中国强的时候，海外华人还是说我们是华人，不是中国人。那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才敢不用解释？这一集不是让你明天出门就高喊我是中国人，不是，而是要你想清楚一件事，你不敢说的不是事实，而是后果。你怕的不是那个身份，你怕的是别人对那个身份的投射，而这个投射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最后我讲一句很现实的话，身份认同不是用来讨好别人的。你是谁不需要通过删减自己来换取安全。你可以是马来西亚人，你可以是华人，你也可以很坦然的知道 Chinese 不是骂人，是一个文明的名字。敢不敢说不代表对不对，只代表我们这一代背负了多少不必要的心理包袱。刚才讲到一个重点，不是我们不懂自己是谁，是这个世界逼我们先解释，先道歉，先澄清。那我们就继续把这层皮一层一层撕开来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海外华人最怕的不是被问你是哪国人，而是被追问第二句。第一句还好 Where are you from? I'm Malaysian. OK, 安全过关。但只要对方眼睛一亮，再补一句 Oh, but you're Chinese, right? 很多人心里马上警报响起，脑袋在 0.3 秒内跑完一整套风险评估，于是嘴巴开始自动进入外交辞令模式。Yes, ethnically Chinese, culturally Chinese. My grandparents were from China. 讲到好像在联合国发言，要不要承认？承认会不会被贴标签？不承认会不会显得自己在否认血统？于是嘴巴开始自动进入外交辞令模式。Yes, ethnically Chinese, culturally Chinese. My grandparents were from China. 讲到好像在联合国发言。那我反问一句，为什么同样的情境，日本人不用这样？日本人遇到这句 But you're Japanese, right? 他不会回答 Well, culturally yes, but politically no. 他不会，因为他从小被教的是国家和文明是一体的，个人不需要为国家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而我们华人呢，我们从小被灌输一种很奇怪的逻辑，你一认同中国文化，人家就会以为你支持中国政府。这句话本身就已经很荒谬了。那我请问你，你吃意大利面是不是就要对罗马帝国负责？你听 K-pop 是不是就自动变成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嘛。但一到 Chinese， 这个逻辑就失效。我们再来讲华人这个词，华人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词，华夏、文明、文化共同体，但现在很多时候它被用成一个缓冲垫。一句我是华人，潜台词是我有中国文化，但我跟现实中国保持安全距离。这不是文化自信，这是文化自保。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这样，中国强的时候，哎呀不要讲中国啦，很敏感的。中国弱的时候，你看中国就是这样了，不管强还是弱，我们都习惯性站在一个我不完全属于你，但你最好不要连累我的位置。这个状态其实很累，因为你永远在解释，永远在调整，永远在担心别人怎么理解你。我们再回到马来西亚这个场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被训练一件事儿，低调，不要太突出，不要太像外来者，不要让人觉得你有第二个祖国。所以我们学会了一套生存语言，我们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很好，这是事实。但只要有人问到文化根源，我们就开始绕，讲祖籍，讲籍贯，讲我阿公那一代，就是不直接讲那两个字中国。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那个词被政治污染了。但问题来了，如果一个文明的名字只能在安全场合才能讲，
那这个文明在你心里是不是已经被你关进储藏室了？你不敢带它出来见光，你怕它惹事。这不是对中国的问题，这是对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们再讲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很多海外华人其实不是怕外国人，是怕自己人，怕被说你太亲中，怕被截图，怕被贴标签，怕被放上社交媒体示众，所以干脆我什么都不讲，我只讲我是华人。这个华人慢慢从一个文明称号变成一个模糊地带。那我们再回头看那句经典问题，我们还华在中华民国吗？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一件事，我们很多人的华不是建立在文化连续性上，而是建立在政治断裂上。好像只要讲中华民国，就可以把中华保留下来，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掉，这是一种心理逃生路线。但文明不是这样运作的，文明不是一个政权的专利，也不是靠切割就能保鲜的东西。讲到这里，我要讲一句可能会刺耳的话，你可以不喜欢任何一个政府，但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文化身份一起丢进垃圾桶。日本人没这样做，印度人没这样做，犹太人更没这样做，只有华人常常自己先退一步，再退一步，最后退到只剩一句我只是华人啦。那我最后问你一句，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不再逼你解释，不再逼你表态，不再逼你站队，你敢不敢很平静地说一句我是中国人？不是挑衅，不是宣言，只是陈述。如果你心里还有犹豫，那这一集不是白讲，因为问题从来不在英文，不在后缀 ESC， 不在唐山、福建、广东，问题在于我们这一代华人被迫学会了把自己是谁讲得像一份免责声明。好，这一集是是非非脱口秀讲到这里，不是要你统一答案，而是希望你下一次开口前能分得清介绍自己还是在我是小飞。我们下次再继续拆那些你以为是外界问题，其实早就住进我们心里的东西，保护自己。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我们下一集再见。